你平常会搭末班车吗？据说末班车营运的时间是民俗上阴气最重的时间，很容易有好兄弟跟着回家。故事开始之前，记得帮去你的 News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在中国大陆就有一个诡异的末班车都市传说，内容太过于真实，可以说是轰动了整个北京。某天夜里，一台375路线的末班车上来了几个身穿清朝官服的乘客，脸色非常惨白，面无表情。老奶奶惊讶地说：“这3个人没有脚。”于是吓得跑了下车。后来就在当晚，这辆公车凭空消失。警方在距离公车原本路线超过10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公车，而且在车上发现了3具严重腐烂的遗体，真是太离奇了。会不会有问题的不是上车的人，而是他们搭的这辆末班车呢？1995年11月深夜，一台末班车缓缓从圆明园公车总站开出。然后呢，我记得在11月中的北京天气是相当的寒冷，而车上载了4个人，一对年轻的夫妻，一个老太太，还有一位年轻小伙子，当然还有老司机跟车长小姐。公车司机一如往常的开着车子，冷飕飕的夜里，街道显得格外冷清。街道上非常的宁静，而且早期的北京不像现在如此的繁华，你只能听到巴士的引擎声跟外面的风声。而这样的气氛当中被司机打破了，因为司机说，平常这个地点一个人都没有，偏偏今天怎么路上会有2个人在拦车？等一下！公车司机停下车子，2个乘客上车后，所有乘客吓得瞪大双眼，哪里不对劲？但一上车之后，发现不是2位，他们2个人中间其实还扛了1个人。奇怪的地方还不止这样，更诡异的是，因为所有乘客看到他们的服装的时候吓到了，因为他们穿的是清朝的官服，然后车长小姐看到气氛非常僵，就打破说：“啊，有可能这个就是在附近拍古装戏的，然后有可能喝酒喝多了。”车长小姐试图缓和气氛，但车上乘客们魂都吓飞了，因为这3个人脸色惨白，面无表情。开了几站之后，那一对年轻的夫妻就下车了。就在那对夫妻下车后，车上就剩老太太跟年轻人。老太太开始坐不住了。再开了几站之后，突然那位老太太大声的对着前面的小伙子喊：“哎，你偷了我钱包！你这个小偷，你偷了我钱包！”年轻人一头雾水，遇上老太太的血口喷人，真的是有理说不清，一路从车上吵到车下。老太太就跟那个司机讲说：“前面我记得有派出所，这边放我们下车，我要跟这个小伙子到派出所找警察、找公安理论一下。”就要去派出所吗？走啊！你没发现刚才3个人有什么奇怪的？小伙子，我救了你的命。你知道刚刚上车的那3个人没有脚，刚好在车上的时候有一阵风吹来，把他们的官服稍稍的带起来一点点。我看到他们是没有脚的，所以我认定他们不是人。如果车上那3个人不是人，那会是什么？2个人是越想越害怕，赶紧去警局报案。当然，警方受理报案之后，听到这些证词，觉得这个是无稽之谈。警方不以为意，但是隔天怪事发生了。那班
375末班车失踪了。那警方当然请了这些年轻小伙子还有这位老太太过来协助办案，可是怎么样对都对不起来，反而一对之后发现更多疑点。公车怎么会凭空消失？最后，这班公车终于被公安找到了，而这个找到的地点位于他们的路径大约100多公里的密云水坝。这完全说不过去。跑了一整天的公车，在没有加油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有办法开到距离终点站那么远的地方？而且离奇的是，警方发现那班公车的时候，竟然发现车上有3个腐烂的尸体，司机、车长小姐，还有一位身份不明。11月的北京又冷又干燥，遗体的腐烂速度怎么会这么快？还有这第3具身份不明的遗体，他是谁？那警方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而且11月的北京那种天气是非常的寒冷，即便在夏天，尸体腐烂速度搞不好还没那么快，最起码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些轮廓。据说警方查阅了当时的路口监视器，却是完全没有拍到这班公车的任何影像，种种不寻常的现象令人毛骨悚然。奇怪，明明进去之后，为什么没有公车再经过？因为它是经过了另外一个空间，从另外空间再出来，所以呢，监视器才没有拍到。我们是不是有所谓的第3度空间？在这个第3度空间，可能我现在看到的他的车子在这边，但是他这个第3度空间一打开的时候，他就跑到另外一个空间去了。那另外空间，它可能那个地方就是非常炎热，然后再从这一个被发现的这个另外这个湖的里面，那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灵异的第3点出来的出口，结果出口就是那个地方。警方只能说，会不会是那个预谋犯案，就是有可能就杀人弃尸这样子。那个年轻夫妻、老太太还有那个小伙子，会不会搭上了一班不该搭的末班车？没有一种推测能够解释全部疑点，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也让这个故事成为北京最有名的都市传说。而就在台湾的阳明山，也有一个末班车，据说不是给人坐的，怎么回事？在台湾其实也有一个，就是阳明山的末班车，据说这班末班车不是搭载活人的。那一班是就是专门开给那个搭的，最后一班不是给人搭的，司机从每一站都会停啊。最早应该说是文化大学学生传出来的吧，因为他们有时候为了要搭末班车下山，他们手伸出去，让公车司机都面无表情的，这样就把车开过去。加上因为末班车没什么人搭，里面灯光又相当的昏暗，整辆车漆黑一片，没有开任何灯光，只有仪表板蓝光映在司机脸上，毫无血色，景象诡异。没有光线的车厢却有黑影晃动，他心里一阵发毛。难道这是传说中不载人，只服务好兄弟的末班车？然后就慢慢被传出来说，有可能这班公车是要搭载在那个养德大道发生意外而亡的那些亡魂下山。后面就有一些人也开始慢慢说，他们好像有看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事情就越滚越大，甚至我自己也有去看过，没有错，因为末班车确实他们搭人不多，公车也不可能打那么亮嘛，因为打太亮它会影响到他开车的那个视线会反光嘛。
各种传说绘声绘影，不载人的诡异末班车，是所有阳明学区的学生间公认最惊悚的交通工具。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它没有营运，所以说就是路线灯啦、室内灯啦，我们都会关起来。工作一天下来会累的啦，就是比较没有笑容，这是真的啦。真相大白，原来很多的诡异事件都是自己吓自己。还有人声称看到捷运车站过了午夜，有穿清朝冠服的人在候车区飘来飘去，也有人绘声绘影，捷运某条线是盖在乱葬岗上。大众交通工具闹鬼，永远最让人疯传惊恐。也因为大众运输工具最贴近大家的生活，所以相关的都市传说格外让人害怕。也或许这些传闻听听就好。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有点毛毛的？当然，这个故事还有很多种说法，只是因为已经被传的无数次，没有人知道最开始的源头是从何而起，还有到底哪一个部分是真的。你觉得午夜末班车的故事究竟是真实发生过，还是只是虚构故事呢？China News， 我是 Cindy 吕。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也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或追踪我的粉丝团，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哦。我们下次见，拜拜。